它是世界上造价最为昂贵的货运轮船，历时2年，投资超过2亿美元建造。它也是世界上建造难度最大的民用船只，全球只有13家船厂允许建造。它的使命只有一个：运送一种古老的清洁能源，让现代城市正常运转。它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简单。 但它的建造却是一段不平凡的故事，任何一个疏忽都将可能会酿成大祸。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庞大的造船厂和一批造船精英，如是珍宝般的建造这艘巨轮，让这样的不平凡成为可能。 一艘神秘的巨型货轮，在4条拖船的牵引下驶入深水码头。除了拖船和巨轮，周围没有任何一艘其他的船只。这艘巨大轮船的甲板上也看不到有任何货物。这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船身上醒目的3个大写字母 LNG。 正是液化天然气的英文简称，它提醒着过往船只，这艘货船运载的是极度危险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避让，以免发生碰撞。在它的专属码头 ，LNG 船日夜不停地通过特殊管道，将液化天然气运往港口边的储气塔，它们将暂时存放在这里。 另一边，大型储气罐卡车已经等在这里。液化天然气将通过它们送往城市。早上都会准备一份可口的早餐。下班回家后，洗个热水澡可以除去一天的疲倦。这些看似普通的生活背后，都离不开天然气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其实，天然气的使用并不仅仅局限在家庭，我们所用的燃料、提供城市运转的电力，都正在大量使用天然气。在人类已开发利用的主要能源物质中，天然气具有独特的优势。天然气它是最清洁的能源，
首先，它在排放二氧化碳方面，燃烧相同的热值的情况下，它比石油要少排放25%的二氧化碳，比我们常用的那个煤要排放40%的二氧化碳。所以说，我们说它是非常清洁的能源，它对环境非常的友好。今天，温室气体的排放让地球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天然气因为它清洁高效的特点，而逐渐成为了现代社会运转的基础能源。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正在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高效清洁的天然气能源自然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保障。到2012年，上海需要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但这里却并没有天然气可以开采。天然气和石油、煤炭一样，是古代生物经过数百万年的地质变迁形成的一种自然资源。它在地球上虽然分布广泛，但是并不均衡。目前发现的可大规模开采利用的天然气产区，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中东、南太平洋等地区。从遥远的大洋彼岸运送天然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到有了一项新的技术。天然气在零下163摄氏度的环境中，浓缩成无色、无味、无毒的液体，这就是 LNG。它比常规状态下的天然气体积缩小600倍，这大大降低了运输天然气的成本。上海的发展必须有稳定而可靠的天然气供应，它需要建造一艘自己的 LNG 运输船。但并不是任何一家造船厂都能够完成 LNG 船的建造任务，因为在超低温的环境下，体积缩小600倍的易燃气体是一个极端危险的物质。船体任何一处的瑕疵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2004年1月20日，阿尔及利亚斯基克达液化天然气提炼厂发生爆炸，数平方公里的厂区被夷为平地，27人死亡，72人受伤。天然气事故的惨痛教训，使得每一个 LNG 船的建造者都更加严谨和慎重。清晨，黄浦江畔，每天会有5000多名工人走入这扇大门。这是一家超大规模的船厂，每年造船的总吨位达到了220万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全球仅有的13家有能力建造 LNG 船的船厂之一，也代表着当今全球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准。现在，他将肩负起为自己的城市打造顶级安全的 LNG 运输船的重任。这艘超级 LNG 船船身长292米，宽43.35米，它的甲板面积相当于30个篮球场，一次可运载14.7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它一次运载的天然气就可以供2300万上海市民1个月的生活用气。为上海打造的超级 LNG 船开始动工了，工程师们将在未来2年的时间里，精心打造一条世界上最安全的超级 LNG 运输船。建造这艘 LNG 运输船将采用的是目前工程建造领域里最先进的分段建造模式。巨大的船体被分割为264个单独部分，它们将分别建造，然后被准确地拼接在一起。建造 LNG 船的第一步就是切割钢板。
不过，这个工序的开始却不是在切割车间，而是在船厂的设计部门。在开始施工之前，工程师们就已经在图纸上对每一块钢板进行了精确的工程设计和计算，以确保它们的完美无缺。2010年3月20日，第一批钢板运抵船厂。接下来，工人们将要花费5个月时间，改造上百种、数量多达有6000多张的钢板。它们将被切割成不同的形状，焊接成巨大的船体。每一块钢板从进场时就已经确定了它未来在船体上的位置。对于工人们来说，这是一个绝对不允许失误的工作。小齐每天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验证信息。在每块钢板侧面都有专门的条形码，里面记载了规格、验收日期、责任人等所有相关的信息，以确保原材料都按计划使用。这些信息将随这块钢板到将来的每一个工序。小齐仔细核对手中的数据图，他要根据钢板的实际厚度、强度，采用最精准的速度、最恰当的温度来切割每一块钢板。哪怕一块不合规范的钢板被用到了船体上，都有可能造成误差累积，从而危及未来整艘船的安全。张师傅在操作这台巨大的洗边机。这是专门对钢板的边进行精细加工的设备。按照标准，17米的钢板精度必须控制在1.5毫米之内，这相当于盖6层楼房，墙的垂直偏差不能超过1毫米。如果焊接质量得不到保证，就很有可能造成将来船只泄漏的隐患。而泄漏事故对 LNG 船来说将是致命的。经过2个月时间，切割好的钢板经过严格的验收后，将要进入下一个工序。这些钢板将被逐一焊接，形成船体不同位置的分段构件。这一工作相当复杂而费时。这台全自动焊接机器人就能使功效提高3倍以上。更与众不同的是，它焊接作业时看不到任何火花，因为在焊接前，它自己撒下的焊粉把火花藏了起来。这样的焊接设备既保证了焊接质量，还更加安全和环保。LNG 船逐渐从钢板被拼接成分段。巨大的车间内，终于开始可以看到船体一个个的局部了。车间内的空间已经不能够容纳少则40吨，多则数百吨的分段构件，它需要更大的空间来进行继续的拼接，那就是船坞。所有不同重量和尺寸的分段将要从各个车间运送到船坞。这些组件先后送达的顺序都要经过精心计算。我们 LNG 现在的分段一般都是采用17米的钢板组装的，它的标准形状是17米或者18米左右的。而一般的分段，我们厂里面的场地限制都采用的12米的分段，所以说运输 LNG 它的重量更大，体积也更大，我们用更大型的车子。将这些庞然大物在巨大的船厂里往来运送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张师傅今天的任务就是将一个焊接好的 LNG 船分段送往船坞。他驾驶的是一辆超级平板车，通过一套特制的液压装置，平板车的载重量超出了一般货车的10几倍。这辆超级平板车还有一个特殊的技艺，每组车轮都能够水平旋转360度，这保证了它在厂区各种不同的道路上都能够穿梭自如。驾驶这辆超级平板运输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师傅的驾驶室是在车体下方，而且不能转动，左右两侧和后方都是盲区。
这时就需要有专门的安全员进行指挥。在所有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今天的分段被顺利运送到了指定地点。开工5个月之后，超级 LNG 船的建造进入到了更加重要的环节——船坞搭载。如果说一个分段就是一块积木的话，那现在就是到了把积木搭成一艘船的时候了。不过，要让这些积木拼接在一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积木块重达数千吨，体积都非常巨大，而搭载的要求是误差不允许超过3毫米。是龙门吊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在船坞上方安装有2台起重重量可达600吨的龙门起重机。它一次可将1200吨的庞大分段吊起进行组装。乔组长管理船坞技术组，他每天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龙门吊顶部去检查运行状况。他要确保龙门吊设备运转正常。如果这台设备出现故障，将会影响超级 LNG 船的吊装进度。每滞后1天，船厂都将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700吨超大型龙门吊，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船坞区域的所有分段的吊装、总组，包括搭载超过40吨以上的分段，就是以我们这2台吊车为主力。10几米的高空，小进的工作任务是操纵龙门吊将分段精确吊装到位。超级 LNG 船的建造不同于一般的船只，对精度的要求极为苛刻。LNG 船的船体采用了特制的超大型钢板，这也导致每个分段都是一个超常规的巨大构件。而对小进的要求是对接这些构件误差不得超过3毫米。每天的工作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挑战，哪怕手指的一次微小的抖动都会造成难以预计的后果。今天天气晴朗，但昨天的一场暴雨让乔组长不敢掉以轻心。所有的人都在密切配合这次吊装。乔组长突然示意整个吊装暂停，但是这个分段没有出现大的偏差，这让小进有些紧张。乔组长向小进下达了新的指令，分段被慢慢竖起来。昨天暴雨积攒在分段内几吨重的积水被倾倒出来，这些积水有可能给下一步的焊接带来巨大的麻烦。清空了积水的分段，一点一点地向规定位置移动。分段放下后，还要经过质检人员仔细的检查，以确保分段的每个衔接位置都完全到位。经过3个月的船坞搭载，这艘超级 LNG 船的外形已经基本完成了。但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LNG 的使命就是安全地运送液化天然气，这个在零下163摄氏度被液化成液体的能源。因此，船上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超过2万多根的管线。这些大大小小的管线组成了一个传递液化天然气的封闭管路。要想推动载满液化天然气后重达15万吨的庞然大物在海上航行，这艘船的动力系统必须非常强大。超级 LNG 船运载的是液化天然气，这些在超低温状态下液化的天然气在运输途中也会自然挥发，而这些挥发的天然气必须要释放出去，否则密闭的船舱内压力就会急剧增加，产生巨大的安全隐患。与其将这些挥发的天然气释放到大气中去，不如将它们采集起来作为燃料使用。这样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可以节约运输燃料。
因此 ，LNG 船设计了双燃料锅炉系统，它可以使用柴油或者天然气作为燃料。这是迄今世界上唯一被允许使用自身运输的货物驱动航行的船只。2台蒸汽锅炉将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通过专门的高温管路输送给主引擎，从而推进 LNG 船在大海中前进。每根连接蒸汽锅炉的高温管路需要承受超过518摄氏度、压力高达60公斤的蒸汽，这对管路的材料和焊接要求极高。所有管线都是耐高温高压的特殊钢材制造，在焊接之前要将接头加热到超过100摄氏度。焊接工整个过程要保持不得低于这个温度。船的甲板上，另一种管道正在安装，它和高温管截然不同。低温管是 LNG 船货物装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连接着4个货舱，通过这些管道将零下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输送到地面上的储气罐。常规钢材在零下163摄氏度环境下将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而 LNG 船采用的这些特种钢材能满足在极限环境下对安全的苛刻要求，但它对焊接工艺却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管道将先在厂房内被一段段地焊接在一起。他叫董奇，是船厂低温管线焊接技术的高手。他最擅长的是左右2手焊接的绝活。左手焊接应该大部分焊工他不会，为什么呢？大部分焊工技校毕业，他比较规范，都是右手。因为我是退伍转业回来的，转业回来以后，我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没有接触过焊接，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偷懒吧，2只手都来。然后师傅看到了就说保持好，然后一直保持到今天。船厂开始建造 LNG 船之后，小董左手焊接的绝活突然间就有了用武之地。原来不少低温管的施工位置非常狭小，焊接工人甚至无法将右手伸过去，更别说还要完成焊接作业了。左手焊接一下就使得问题迎刃而解。左右开工的焊接技术过去看起来华丽而不实用，现在却成了建造超级 LNG 船必备的特殊技术。在管道焊接车间有2个工人与众不同，他们的任务是给每个完成的焊缝拍摄 X 光。这是一道非常严格的检查，每条管线、每个焊接缝都要进行专门的检测并记录下来。X 光片被送入暗房冲洗，由专门的工程人员进行细致检查，任何一处细微的缺陷都将被发现，这确保了整个管路和船只的安全。其实，人类很早就发现和开始使用天然气。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利用天然气火井煮盐的确切记载。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2000多年间，天然气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长距离输送大量天然气成本过于高昂。直到液化天然气技术的出现，这项技术是在零下163摄氏度的环境中使天然气液化。液化后的天然气体积缩小600倍，这个技术让运输和储存天然气的成本大大降低。今天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作为传统能源的煤炭、石油，在燃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受到了人们广泛的诟病。在目前新能源领域，核能的应用仍然存在诸多疑虑，风能、太阳能等技术还未完全成熟。而我们已经能够完全掌握的成熟高效、同时清洁的天然气资源，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最为依赖的能源之一。上海的这艘 LNG 船将会从海外装载液化天然气，经过2000公里的海上航行，抵达上海。它一次运载的液化天然气量达到14.7万立方米，相当于2300万上海市民1个月的用气量。这样的超级货轮不仅仅对于上海来说至关重要，也对将来 LNG 船的继续建造起着示范性的作用。超级 LNG 船开工建造已经进入第10个月。这艘 LNG 船离开了船坞，停靠在它的专属码头，这标志着船体已经基本成型，进入到了绝缘舱的安装调试阶段。当新建的船体停泊到属于超级 LNG 船的专用码头上时，每一个建造者都知道，最为困难，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时刻到来了。4个超大型货舱将要在这里安装。它是这艘超级 LNG 船建造过程中科技含量最高、建造难度最大的一个环节。超级 LNG 船2亿多美元的造价，有一半将要投入到这4个货舱的建造中去。LNG 船的货舱内部要铺设2层隔热绝缘层，来保证舱内达到零下163摄氏度的绝对低温环境。每一层都是由厚实的绝缘箱材料，加上仅有0.7毫米厚的因瓦钢薄膜组成。绝缘箱可不是普通的木质箱子，它是由印度尼西亚进口的特殊木材加工而成。这种木材坚固耐用，不易发生变形。然后，工人们会在箱体里充满磨成粉末的珍珠岩。这种珍珠岩是一种极佳的保温隔热材料。在绝缘箱的生产工厂，使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在 LNG 船上使用的绝缘箱有1100多种类型，共计55000只。而每只绝缘箱的生产标准也是异常严格。一只绝缘箱最大变形率要求每米不超过0.06毫米，这个误差比一个成年人头发的直径还要小。只有最先进高效的自动化设备，才能够确保这一标准在大规模生产中得以实现。包围绝缘箱的是厚度只有0.7毫米的因瓦钢。它是一种具有耐腐蚀、耐低温特性的高科技材料，可以有效地将零下163度的液态天然气与外界隔绝。这个特性让因瓦钢成为建造 LNG 船货舱的理想材料。加工成型的因瓦钢被工人们迅速、小心翼翼地用塑料膜包裹起来。原来因瓦钢也有它娇贵的一面，它最怕的就是水。对，因瓦材料是应该说相当容易生锈的，只要是我们不戴手套，就是赤手去摸那个因瓦的材料，基本上你过一会儿再过来一看，就已经是上锈了。再上锈的话，就是用什么抹布擦呀，已经是擦不掉了。哪怕是工作人员的一滴汗水，如果没有及时擦去，半小时后就会在因瓦钢的表面留下锈点。生锈的因瓦钢各项特性就会发生质变，而这些变化将成为超级 LNG 船的致命隐患。如果说液化气要是泄漏的话，那么这条船整个这个安全性能就是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漏洞，非常容易爆炸，整条船要爆炸的。
为保证货舱的绝对安全，所有进入 LNG 船舱施工的工人，不单要通过2道安全门，更要遵守严格的管理规定，不准带水进舱。因瓦焊工要佩戴专用吸焊羊皮手套，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建造现场的湿度完全可控。这是4个超级大的货舱，它将要容纳14.7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施工现场，工人们搭起了10层的特制脚手架。巨大的货舱内壁一共有10个面，必须全部铺上绝缘层。这是一个结构庞大复杂的钢结构安装平台。整套安装平台由990种69600个部件拼装组成，甚至安装有电梯，供工人们在各层之间运输材料。1号舱，绝缘箱正在安装。整个绝缘层全部零部件超过50万件，仅绝缘箱就分为1100多种类型，共计55000只。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绝缘箱的安装是对体力和技术的挑战，工人们需要将不同规格的箱子运送到唯一指定的位置，所有箱子都经过精确调整，以保证绝对的平整度。绝缘箱之间的平整度必须控制在每平方米不超过0.15毫米的范围，否则铺在箱子上的阴瓦钢就会凹凸不平，影响到未来的焊接工作。他叫李洪超，担任绝缘箱安装组的组长。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参与超级 LNG 船建造的人。2004年，李洪超就开始在国外的一家船厂参与绝缘箱的安装工作。3年干下来以后，感觉还是我们自己国家好。正好我们国家也有这个 LNG 船的建造，我一听到有这种船造，所以说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做了3条船，那我毫不犹豫我就回国了。1、2、3，加油！此时，由于国内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实船建造，得到李洪超这样有经验、有能力的技术工人，其价值甚至超过一个工程师。李洪超根据自己的经验，在绝缘箱安装上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方法，让安装时间缩短了1半，大大提高了工程建造进度。3号货舱，工人们开始了铺设阴瓦钢薄膜的工作。先要在绝缘箱上铺设阴瓦钢框架，这个框架是用来固定阴瓦钢薄膜的。将列板向左移。接下来，工人们开始在框架上安装阴瓦钢薄膜列板。列板跨越整面货舱壁，需要很多工人的协调作业，否则很容易造成板材断裂报废。在阴瓦板安装到位后，焊接工作马上进行。阴瓦的焊接更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的精细工作。阴瓦只有0.7毫米厚，并紧贴着木质的绝缘箱，因此对焊接的要求极高。温度稍低，速度稍快，就非常容易出现漏点；而温度稍高或者速度稍慢，又会点燃钢板背后的绝缘箱。我们在焊接的时候肯定要非常小心，要不然的话就是里边有点垃圾，或者是焊接的参数不对的话，就很容易焊穿。对于超级 LNG 船来说，货舱必须保持绝对的密闭性，不允许有任何一个泄漏点存在，否则将会是未来全船的隐患。如果你出现泄漏的情况下，它这个液化天然气会突然膨胀，因为膨胀到600倍，然后而且达到常温的时候，它会爆炸，甚至引起全船爆炸，这个后果是非常危险的。
塞巴斯蒂安·勒摩根已经在这个船厂工作了1年。作为第三方的质量监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任何看不见的地方寻找问题。LNG 船自从1954年诞生开始，就力求将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制造要求。目前还未有过一起泄漏事故的发生。这艘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建造的 LNG 船更是如此。除了严格要求制造技术之外，它还有一套严密的3方监管系统，每一方的检查都是为了保证这艘船的100%的安全。为了确保焊接质量的稳定，大量的自动焊接机器人代替了人工焊接。这个 LNG 全船的焊接长度加起来将近要13万，而且它是90%以上是自动焊。但机器人并不万能，在货舱狭小的不规则角落里，机器人就无法正常焊接，而这些位置将由因瓦钢焊接高手来完成。因瓦手工焊接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焊接技术，能够在超级 LNG 船上进行全位置因瓦手工焊接的焊工，必须经过专利公司 GTT 的严格考核，取得代表焊工最高水平的技证，才能够上岗作业。周丽芬是一位超级因瓦焊接女工，她负责的舱顶焊接是货舱内焊接最难的位置。像焊这种因瓦件的话，你必须得细心，因为板比较薄，很容易烧坏。耐心的话，有的工序比较麻烦，工艺也比较麻烦，你必须按照工艺一步一步的来完成。2004年，他离开中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镇，来到上海，接受了全方位的培训，成为中国第1代因瓦女焊工。在中国，有2.4亿人远离自己的家乡，来到大城市务工，他们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动力。每个人都希望依靠自己的双手，赢得更美好的生活。周丽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现在，周丽芬已经在上海安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她的丈夫也是这艘超级 LNG 船的建造者。他们的梦想是一起努力，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将在老家的孩子接过来，一家团聚。超级 LNG 船已经在7号专用码头停泊了8个多月，4个货舱绝缘层已接近完工。所有的工人都在等待着最后一个重要部件的安装——泵塔。泵塔是 LNG 船装卸液态天然气的核心部件，同时它也会在运输过程中将挥发的液态天然气进行收集，为船只提供动力，以降低舱内隐患。但泵塔的安装却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建造超级 LNG 的船厂位于上海的黄浦江畔，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地，更是中国船舶工业的诞生地。然而，经过了1个多世纪的发展，这里也面临着船厂的土地空间越来越紧缺的局面。船厂正在建设新的船坞和码头，那里将提供更好的港口条件和设施。但对于上海来说，天然气供给的渴求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加快 LNG 的建造速度。泵塔的安装就在3天以后，但这艘船不得不进行转移。7号码头位于上海黄浦江畔，黄浦江平均水深8米，可以通航1万吨巨轮。不过，每年江水都会从上游运来丰厚的泥土，
沉积下来的淤泥将河床抬起，这对船只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河床的深度让这艘巨轮吃水深度告急。将要吊装的泵塔，一座就重达36吨，4座泵塔全部吊装进入货舱后，船体将会下沉1米，在目前的河床水位下，很可能造成搁浅的危险。距离500米外的8号码头，清淤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他们要尽快完成300米长度河床的淤泥清理工作，因为超级 LNG 船将在这里完成泵塔的吊装。厂区的另一段，泵塔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调试工作。这座泵塔30米高，重达36吨，而制造使用的材料全部是阴瓦钢。它这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零下低温，在零下163度工作。LNG 船正式移向8号码头，准备安装第1个泵塔。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紧张。4个货舱阴瓦钢的安装已经接近尾声，内侧固定着几万平米、0.7毫米厚度的阴瓦钢，而重达36吨的泵塔将从货舱顶部狭小的预留口吊入和底部对接。如果它和已经焊接完成的阴瓦钢内壁发生磕碰，将会造成阴瓦钢破裂，货舱内壁将不得不进行大面积返工，这样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另一个问题将工程师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高度控制比较要求比较高，因为我们这个船啊，受这个吊车的这个影响，这个高度的影响，这个吊泵塔高度比较高，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船对这个整个泵塔吊起来的时候起吊高度要求非常严格，这个涉及到潮水啊，甚至我这个吊这个钢丝绳的长度，还有几个卸扣什么，这些都要求非常高的，这是全部精确计算过的。要吊装的泵塔高29米，加上船身的高度，在这里完成安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因为在正常潮水水位下根本无法进行吊装，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退潮时水位最低的时候进行。对，这个1个月内总共没有几天，每天的这个时间差不多是1个多小时左右，就在这个时间段内必须要全部吊进去，所以前面的准备工作比较重要。必须在1个半小时的退潮安全施工窗口内完成安装，所有的时间都将精确计算。临时安装泵塔的货箱顶盖被打开，时间不等人。最关键就是我这个安全的出去，在轨道当中把它帆上竖起来。工作人员将坐式吊塔的吊装固定绳牢牢地绑在泵塔的上下预定位置，所有的吊装位置都是设计人员通过计算机的模拟精确地计算出来的。泵塔从货箱被缓缓吊出，在半空中，泵塔被竖起。工作人员抓紧时间做进舱前最后的检查和清洁工作。泵塔被缓缓提升，移向船甲板上狭小的预留口。吊装难度最大的阶段到来了，泵塔将从狭小的预留口吊入货舱内部。货舱内绝缘层已经完工，
如果发生碰撞，将会对整个货舱的绝缘层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全部返工的代价是谁也无法承受的。赵队长的工作是在吊装预留口指挥吊车，他必须要成功。规定的时间已经过半，泵塔必须在江水水位上升前穿过预留口进入货舱内部。朝后拉，朝后把人拉起来，啊，角度，好。江水开始缓缓抬升，泵塔顺利在预定的时间内从预留口进入到货舱。但另一个困难又摆在面前，吊车司机的视线已经完全看不到泵塔离货舱底部的距离。成败决定于工程师的指令。吊车司机的每一个操作都要依靠舱室内步话机传来的信息进行判断。泵塔吊装能否顺利完成，完全取决于双方的默契程度。就位，可以弄到位。再转，要往手过去的。这稍后送给你。好。今天探讨的上面最低的地方450，这个我们算的这个雨量基本上还可以。我们今天已经挑的是最低的槽位了，所以这是一个小窗口。必须在这个时间吊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定位，刚才的那个定位因为这个间隙比较小，要正好让它卡下去，所以这个前面一直比较担心。这个今天算是很顺利的，非常顺利。泵塔终于落在预定位置上，超级 LNG 船的建造已经渐渐看到曙光。